从除夕就闪到腰了，今天已经第4天了。我不是在模仿企鹅，还是 Walking Dead， 所以我现在走路真的只能这样走。我不知道，只是闪到个腰可以搞到这么夸张，就整个人的精气神就是突然间就消失了，只是因为脊椎很痛而已，而且他的神经反射后面到前面整个胸腔都不能动。然后我已经4天没有出门了，就一直躺在床上。老师又觉得这样好像也不是办法，所以我今天要出来买一个，就是搞不好可以救我的东西。然后老师说，就算你出门，就只是吃个饭也好，就不要再待在家里了。真空拔罐器，这个是还蛮多牌子的。这个自己那个火，不是那个是火罐。像的。是啊，我在台湾有一套这个，就是这样咯。台湾大概卖40块，这边卖80块。我们买了贵的那个，贵的多呗。对，你看你都没有卖大了。对，我都讲多很主要，多你省一次，要不然你在那很煎熬嘞。有会员吗？没有。总共110块。我不敢相信，我今年拿到的红包买的第一个东西是拔罐，而且我们其实吃第3次了。如果今天要吃的话，因为我们那天有 take away， 你忘了？客满吗？人家客满呢。哎，你今天想吃肥肠是不是？我想吃凉面。哦，干锅肥肠。没有，他们家的肥肠真的处理的还不错。人既然已经在 Chinatown 了，一定是吃我们最近很喜欢吃的上菜。最近很喜欢吃的湖南菜餐厅，人家生意超好，上菜还挺快的耶。对啊，我以为这个凉菜快就算了，这个也这么快。对啊。酸辣鸡胗。这个嘞？这个是老卤4合1。腰好痛哦，已经等不及要吃完饭回家拔罐了。但出来吃饭就是开心，待在家太多天了，都要长香菇了。你吃它鸡胗真的还蛮硬的，如果很软就会很饿。可是这个是酸辣，很硬对不对？好吃吧？因为我喜欢它的调味了。对。的长沙特色凉面，这是什么？这是我帮你叫的农家小炒肉，不是豆干炒肉。这牛肉片下面其实全部都是豆干丝打底耶，也好啊，我都喜欢吃豆干丝，我还不想要太多牛肉。那个老卤4合1里面有牛肉片、猪耳朵、豆干丝跟韭菜，因为你不敢吃猪耳朵，我吃。那我要先看看有没有毛。我不是不敢吃猪耳朵啊，你忘了故事了吗？还蛮干净的，怎么了？你被猪耳朵咬过？我们有一次在澳洲，我是说我很想吃猪耳朵，然后我们就去餐厅点了一盘，好大一盘，然后我们把整盘吃完之后，我说我这一辈子的quota已经用完了。我们才没有吃完，因为那盘太恶。我觉得老卤4合1还好。很好，为什么？我觉得那个直接点香菜牛肉那个比较好吃。湖南的凉面有哪里不一样啊？是没有芝麻酱，可是有花生，看起来是很好吃。醋味很重，好吃耶，好吃。我觉得我看起来好憔悴哦，不喜欢。而且今天餐厅客满，声音有点太吵了，不确定
可不可以录到我们的声音。但新加坡好像大家比较常吃的是川菜，或是北方菜，北京烤鸭啊，或是麻辣香锅，比较少听到有人吃湖南菜吼。但我从小在台湾还蛮常吃中国各个省份的菜系，就是四川我们就是要吃麻辣。那湖南就是吃香辣，都是辣，可是是不同的辣。其实我觉得这家已经可能改良，比较迎合本地口味，都没有那么辣了。我们没有特别跟他们厨房说我们要小辣还是少辣。其实这些每道菜吃起来都不辣。就是我喜欢的那个蒜苔，它这里面每一样东西都是可以吃，它的辣椒也是很像那种泡椒，就有腌制过的，很好吃。就我带老师来吃这家，他也分不清楚什么是川菜，什么是湖南菜，他就觉得就中国菜都差不多，可是他就觉得湖南菜好像是很会煮饭的妈妈煮出来的家常菜，就跟川菜还是有点不一样，就感觉是在家里面会出现很常吃的，对不对？如果你们有来这边吃的话，你们看到菜单，每一样菜都是看起来都是一定要配白饭，超下饭的。都中国菜好吃，就是口味会比较重啦。有台湾牛肉面，要不要吃？我已经选好了，我要吃红烧牛肉面汤的半筋半肉。我们要分散风险。我想吃面线。你想吃面线？我觉得面线很难做到好吃。好啊。谢谢。怎么样？太多了。香菜好少。吃面条了吗？怎么样？像台湾吗？我在台湾比较少吃这种面。严格来说，我去台湾吃的牛肉面只有你家的。没有，因为我家是拉面。这个是台湾牛肉面有一个路线是这样子的白面条，就我家隔壁那家啊。就你也知道，我平常吃东西的时候，通常多数都是说很好吃啊，可以吃啊 ，OK 啊，还不错啊。就不能，这不是怪我说我不懂得吃，其实我懂得吃，但是你知道我个性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就很开心，那情绪就会主导一切嘛。因为我难得出来吃外面，我就会觉得很珍贵，所以我吃东西的时候都会很开心。但今天如果我们吃的是牛肉面的话，我就会有很多东西可以讲了，因为我家就是卖牛肉面的我就会分析到比较 detail， 你懂吗？这个很台湾，很台湾。我并没有说好吃不好吃，但它确实是在台湾可能某个巷口会出现的。对，我这样说就是如果你今天我第一次去台湾，然后我吃了这个面。我会觉得说，这是台湾的牛肉面。可是我可能会跟你说，应该会有更好吃的吧，就是这样。你可不可以带我去更好吃的？因为有些面像热牛，就是一吃就很容易知道这个其实是偏中国口味，可是这个一吃就知道这个它脸上有写台湾2个字。没有，我觉得对牛肉面不能太严格，因为牛肉本身是很贵的东西，它至少给的这3大块肉是好的部位。这个算是牛肉面里面，如果你要分部位买，牛腱心的价钱还蛮高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家倒了，因为牛腱心卖不了便宜。我以前去台湾的时候，吃你家的牛肉面，每一块都是这个，该不会我的是特别的吧？还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没有，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还有一个比较特别。没有，我们家的牛肉面就是用牛腱心。这成本也太高了。对啊，本来以为放好一点的料大家会吃得出来，可是后来大家好像也只比较关心价钱，就宁愿你这碗卖我便宜一点，你给我那种边角料，给我碎肉也没关系。因为你们可以
我不懂啊，那就好像这里都有可以分不同种，我可以选。我们只是在一个地区、一个社区小地方，我们又不是大餐厅。我自己是觉得，我刚经过外面，可能期望报到这么高，但是吃了就……我以前会像你这样啊，可是后来在外国之后，然后每次吃什么新马菜的时候，我后来觉得就不用去想要去比较自己家里的那个味道。那你看看有没有可以集资个500万，我来开一家。我是觉得够冷汗是不是？没有，我是觉得搞不好，如果你要就是 replicate 原本的味道的话，可能你要大量的进口那些，可能从台湾进口那些材料还是什么，那可能其实成本就很高。你不觉得其实，在新加坡，我觉得没有到很多的台湾，因为你是说新加坡人不愿意花一个很低省的价钱？不是新加坡人肯不肯，就是成本，我在做生意就是看成本。因为就像台湾人常常讲，我们很 proud 自己的牛肉面嘛，那牛肉面确实是一个类似功夫菜这样子的概念。可是台湾的年轻人，就像 Blanc Coco 那天一样，台湾的年轻人不愿意花15块去吃一碗真功夫的牛肉面，但是台湾的年轻人愿意花新币15块去吃一碗日式拉面。看到了。哦。我觉得那家店要付你姐钱呢，不然谁知道这边有卖生蚝啊？你姐又不是网红，然后这么大力行销。他都帮我吃了几个。哇哦！哎，可是这边只有卖生蚝哦，还有酱。It's okay. 我可不可以 ？Can I open the fridge and just take 2 seconds? Thank you. 哇，好多生蚝哦。So just in case you forget how to, there's a QR. yeah, the QR code is for the instructions. Okay. Yeah. Do you need a plastic bag? No, I think I'm good. Alright. Yeah. Thank you. 除夕那天晚上，我们家吃了生蚝。那天晚上因为很多菜，所以我就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做法，但是大家都说很好吃，所以我今天就打算重现一下我们家那天的年夜菜给大家看。我们刚去买的这家生蚝专卖店是我们最近试到的，就觉得价钱还 OK， 吃起来真的还蛮好吃的哦，是老师姐姐推荐的。它包的好像一个信封哦，我觉得那天我试了，我还给了一颗柠檬。我觉得它的那天，因为第一天它是自己 delivery， 我觉得冷藏都还蛮 OK 的。通常牡蛎不是海味很重吗？这个一拆开，我就闻到它的那个味道真的很鲜，光这样闻都觉得好香哦。这个食欲大开。你看到我们买回来已经过了2小时多了，它还保冰保得很不错。那你来帮我开壳啦。我只讲那个。OK， 很简单呢。需要用到什么工具吗？就是普通的那个 butter knife 就好了，这么好开？不用那种专业的开生蚝的刀。需要拿一块布吗？会割手吗？试一下咯，感觉很容易耶。你看，我这样插进去，这样就开了。哇，好爽快的感觉哦！哇，好大哦！我惊讶什么啊？我过年那天明明就已经吃过了。我当时第一次看到，但真的很好吃。这个本来就可以生吃啊，它本来 rice 是让你生吃的，只是因为我不敢吃生的，我们才后来2度料理。上次我吃它生的时候，就觉得它的味道很奶味哦。日本的都好像是这样吼。对啊。以前我们吃澳洲的，澳洲是什么味道啊？就海味。就好像海水，有一点点铁金属的那种感觉，跟这个有点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就算煮熟的时候，我相信它油炸应该也还蛮好吃的。下次试试看哦。好，我下次来做炸牡蛎。好肥哦！
我真的不敢，不是不敢啊，我不喜欢吃生的，所以我今天要来蒸它们。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想说，好浪费哦，这么新鲜的生蚝为什么不生吃？但我们家就是这样。新香料的部分，我要切一点蒜跟葱，先把蒜切成蒜末。大概像这样1粒米的大小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来做类似像蒜酥那样的东西。接下来我们来切葱花，细细的葱花。先专门用我的热油小锅，我要先炸一下那个蒜酥。中火。锅热了，倒油可以倒多一点。好，现在油热了，我们把大蒜放进来，小心哦。转小火，不要炸黑了，炸黑了就苦了。你是在讽刺我过年弄的那一个？对，你过年就是炸黑了。可惜那生蚝不过还是好吃啦，就是稍微有一点苦苦的。严格来说，我应该是在炸蒜油，我并没有要炸到像你知道油葱一样焦焦黄黄的。我觉得只要有大蒜的香味出来就可以了。好，在这时候我想关火了。接下来我就直接用这边调酱料喽，所以我就很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个像这样小小的平底锅，就可以一气呵成。那这个我要先放蚝油，这个干贝蚝油是一个观众推荐我的，那个观众 sorry 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但是他一直跟我强调说李锦记后来有出一个干贝蚝油，非常好吃，比原味还好吃。点酱油。好，我觉得大家酱可以调多一点啊，就至少你不要到时候不够放嘛，那多一点你可能就收起来。我真的不想放糖，但是老师广东人说他说要放，所以好我就放半包糖。今天是拍影片我才放哦，平常我根本不放糖的。这个咖啡白砂糖包我放半包，老师说提点味就提吧，这样比较多层次，好味道。我们广东人真的很喜欢吃甜甜的哈。最后放一点点麻油，一点点，嘿，转个1圈就够了。好，酱料调好之后，我们这边先热烧一锅热水了，把锅热好，开大火，锅盖盖起来，比较不浪费瓦斯。在等水滚的时候，我们把酱放在生蚝上面。不要太多，一点点。其实这个生蚝单吃真的已经很鲜甜了。我这个酱就是给它提一点味道。你看我没有放很多，我就是放一点点、一个角角这样子。因为等一下你放在锅子里面，温度一升高，这个酱会自然就融化掉，然后它就会很均匀的散布在整个肉上面。最后我们再撒一点葱花，吃起来就更香了。葱花是最后撒生的哦，因为它不经炸，所以它刚刚不应该，它不可以跟大蒜一起在那边炸，它就是最后放上去点缀，拿它一点点味道就好了。我们锅子这边水也滚了，小心哦，要小心蒸汽哦。把这个生蚝放进去。盖上锅盖，我们蒸5分钟就好了，不要有缝隙，蒸蛋才要有缝隙，生蚝不用有缝隙。好，5分钟，好，5分钟到了，我们关火。这个好难用，嘿，哇，好香哦！小心，耶，吃饭。等一下，我还没拍照。哦，你先吃饭好了。我今天做的是那个腊肠饭。蒸蚝要趁热吃哎。好了，我很快。
点饭。Beautiful woman, I felt it deep inside. Beautiful woman, people are talking me down. Beautiful woman, you try to tell me what's right. The road gets longer, you turn all grey into white. Oh.